你真的决定了？闺蜜小文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当然，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眼神坚定，手指轻轻敲击桌面。你确定要在他哥婚礼上？这会不会太……小文欲言又止。太什么？我微微一笑。我只是想送一份特别的礼物而已。毕竟那可是我的陪嫁房，现在成了他们的婚房。小林，我怕你。别担心，我有分寸。我看了看手机，婚礼就在下周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林小林，今年28岁，在一家外企做市场总监，工作能力强，经常出差。我的职场之路走得算顺利。大学毕业后进入这家外企，从基层做起，5年时间爬到了管理层。每次出差前，我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从不让工作影响家庭生活。我丈夫王强比我大1岁，在一家国企做普通职员，性格温和，家庭观念重。他的工作比较稳定，虽然收入不如我高，但也足够体面。我们的生活质量不错。相识是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，那时我刚升职，意气风发。他温柔内敛，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。恋爱2年后，我们结婚了。婚礼不大不小，亲朋好友都来祝福，场面温馨而热闹。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，从小对我疼爱有加，教育我独立自强，同时也很注重为我铺路。婚前我父母给了我一套2居室的房子作为陪嫁，地理位置很好，靠近市中心，交通便利。这套房子是我父亲退休前单位分的福利房，他们用积蓄把它装修得非常温馨。女儿，这房子是爸妈给你的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有自己的地方。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说。我当时还笑他们太过担心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这么保守。父亲严肃地说，婚姻这事，谁也说不准，多个保障总是好的。母亲也点头附和，你爸说得对，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财产。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，这是我父母的坚持。他们希望女儿有自己的财产保障。我曾经问过王强是否介意，他当时笑着说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也是你的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婚后我们一直住在这套房子里，我也把它当成了我们共同的家。装修风格是我和王强一起商量决定的。虽然房子归我所有，但我从未刻意强调过这一点。每个月的房贷也是我一个人在还，但我不觉得有什么，毕竟我们是夫妻。直到2个月前，
王强的哥哥王浩订婚了，一切问题就此出现。王浩今年32岁，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，收入不高不低，一直租房生活。他比王强大3岁，为人随性，做事有些拖沓，但在家里很受宠爱。从小到大，王强都习惯了让着哥哥，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无需言说的家庭规则。王浩的未婚妻李佳是个幼儿园老师，小家碧玉型的，温柔贤惠，很符合传统的好媳妇形象。我和李佳见过几次，感觉他人不错，但性格有些软弱，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。李家的家境普通，父母都是普通工人，但对住房问题很看重。中国人的传统思想，成家立业，房子是立业的第一步。没有自己的房子，就像没有根一样。没有自己的房子，婚姻就没有保障。这是李家父母的观点，也代表了很多中国家庭的想法。王浩为了这个问题愁眉不展，几次向父母求助，希望能得到一些资金支持。一次家庭聚餐时，他半开玩笑地说：“爸妈，儿子要成家了，得有个窝啊。”王强的父母是退休教师，积蓄有限，无力再买一套房子。他们的退休金加起来每月7、8千，日常生活足够，但要拿出几十万的首付款就很吃力了。你也知道我们的情况，教师一辈子没有什么积蓄。王爸爸无奈地说。王妈妈叹了口气，要不是当年给你们俩上大学花了不少钱，或许还能有点积蓄。王浩不好再说什么，但眼神中的失落显而易见。一家人沉默了一会儿，气氛有些尴尬。于是，目光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我们，准确地说，转向了我的陪嫁房。我注意到王妈妈看我的眼神有些期待，但我装作没看见，专心吃饭。王强在桌子下面轻轻踢了我一下，我抬头对上他的眼睛，他朝王浩的方向示意了一下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我选择了沉默。这种事情不能一时冲动就做决定。王妈妈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是在一个周末的家庭聚餐上，地点就在我们家。那天阳光明媚，我做了几道拿手菜，气氛本来很和谐。饭后，王妈妈帮我收拾餐具，顺便闲聊起来。小林啊，你们住这房子有多久了？她状似无意地问道。我一边擦桌子一边回答，从结婚开始，已经2年多了。小区环境不错，交通也方便。当初你父母买这房子真有眼光。王妈妈环顾四周，赞赏地说。我点点头表示认同，心里却有些警觉，隐约感觉他话里有话。小林啊，
你们现在住的房子是不是你父母给的？他接着问道。我点点头，不知道他要说什么，但心里已经有些不舒服了。那个，我在想啊，你和强子结婚这么久了，是不是也该考虑买个更大的房子了？这话来得突然，我微微愣了一下，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问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阿姨，我们现在住的挺好的啊，暂时没考虑换房。客厅里，王强和王浩正在看球赛，不时传来他们的笑声和讨论声。哎呀，年轻人嘛，总要往前看。王妈妈笑着说，你看你们工作都这么好，以后肯定会要孩子，空间就不够了。我注意到他说话时目光不时瞟向王浩的方向，这让我更加确定他话中有话。王爸爸从沙发上起身，走到厨房倒水，听到我们的对话，也加入进来。对呀，现在不是有很多优惠政策吗？趁着年轻买套大点的。他接过话茬，夫妻俩一唱一和，我心里渐渐明白了他们的用意。我们目前真的没有换房的打算，这套房子对我们来说足够了。我直接回应。王妈妈见我不接茬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直接点名，那个，你们现在住的房子如果不用了，不如让给浩子吧，他马上要结婚了，正发愁住房呢。话一出口，客厅里的声音突然安静下来。王强和王浩显然听到了我们的谈话，我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这个请求让我感到有些荒谬。房子是父母给我的陪嫁，怎么能说送人就送人？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王强从客厅走过来，脸上带着尴尬的笑容。王浩也跟着过来，神情有些不自在。妈，这种事情不要勉强小林，我们自己会想办法的。这个话题虽然暂时接过，但绝不会就此结束。回家的路上，车里的气氛有些沉闷，我们各怀心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王强试探性地问我：“老婆，你觉得我妈说的是怎么样？你是指把我的陪嫁房给你哥当婚房？”我直接挑明，语气有些冷。王强握方向盘的手紧了紧，也不是非要给他，就是帮他解决一下住房问题。我转头看向窗外，城市的夜景在眼前快速掠过，那房子是我父母给我的心血。你明白吗？王强不再说话，但我知道这件事不会就此结束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王强的父母每次见到我都会旁敲侧击地提起这个话题。王浩也开始频繁到我们家做客，每次来都会感叹：“你们这房子位置真好啊，上班方便，生活也便利。”我明白他们的意思，但我不想把父母给我的陪嫁房
就这样送人。这不仅仅是财产问题，还关乎我父母的心意和我的尊严。我几次委婉地表示拒绝，但他们好像听不懂，依然我行我素。王强夹在中间，表面上尊重我的决定，但眼神里的期待让我感到压力。你哥结婚是大事，但也不能拿我的陪嫁房做代价啊！我对王强说。王强叹了口气，我知道。可是我哥真的很需要帮助。你有能力就自己帮他，为什么要动用我的东西？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王强反问。我不想再争辩，索性不再谈这个话题。1个月前，我接到一个重要的国外项目，需要出差1个月。临行前，我特意叮嘱王强，房子的事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希望你尊重我的决定。王强点头答应，我明白的。你放心去吧。我本以为事情就此告一段落，没想到这只是风暴的开始。出差第3周，我收到银行发来的一条短信，提醒我名下房产有变动申请。我一头雾水，立即拨打银行客服电话询问。客服告诉我，有人持我的身份证和房产证，正在办理房产过户手续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立刻知道是谁干的了。我连忙打电话给王强，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。喂，老婆，有事吗？王强的声音听起来很心虚。王强，你是不是拿了我的房产证去办过户？我强压怒火，直截了当地问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王强的辩解，我只是想帮哥哥解决问题。这事情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，那是我的陪嫁房，房产证上只有我的名字。你有什么权利擅自做主？我几乎要吼出来。老婆，你冷静一下，我们可以商量的。王强的语气变得讨好。等你回来，我们好好谈，好不好？商量什么？等我回去，房子已经不是我的了吗？不会的，过户需要你本人到场的。王强解释。我只是先把手续准备好。你伪造我的签名了？我的声音冷了下来。这个……王强支支吾吾。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？老婆，我不是有意要骗你。王强开始求饶。我只是想帮哥哥。等以后我有能力了，一定买更好的房子补偿你。呵呵，补偿？我冷笑。王强，你让我太失望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坐在酒店床上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不敢相信，结婚2年的丈夫，竟然会背着我做出这种事。冷静下来后，我决定先不声张，等回国后再处理这件事。我立即联系了我的律师朋友张律师，向他咨询这个问题。
根据你提供的情况，你丈夫的行为涉嫌伪造签名和欺诈。张律师告诉我，房产证上只有你的名字，他无权处置。那我该怎么办？立即向银行和房管局发出声明，表示你没有同意任何房产变动，可以有效阻止过户。如果过户已经完成了呢？那就要通过法律途径撤销交易，同时可以追究伪造签名的刑事责任。张律师的话让我心里有了底，我按照他的建议操作，同时决定回国后好好给王强一个教训。剩下的出差日子里，我表面上与王强正常联系，没有提房子的事，让他以为我已经接受了现实。回国那天，王强亲自到机场接我，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。老婆，辛苦了，这段时间想你了。他接过我的行李，小心翼翼地说。我装作若无其事，这次出差挺顺利的。那个，王强欲言又止。什么事？直说吧。我看着他。房子的事。我知道你会生气，但事已至此，希望你能体谅一下。体谅？我微微一笑。我表现得还不够体谅吗？王强看我没有大发雷霆，松了口气。老婆，你真好，我保证以后加倍对你好。房子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我问。已经办理了过户手续，下周就是我哥的婚礼了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吧。我点点头，当然。我们是一家人嘛。王强没有察觉到我话中的冷意，反而高兴地拉着我的手，我就知道你最懂事了。回到家，我发现家里的一些东西已经被收拾好了，似乎随时准备搬走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指着打包好的箱子问。王强有些不好意思，我哥下周结婚后要搬进来。我想着我们可以先住父母那边，等攒够钱再买新房。我强忍怒火，所以不仅房子送人了，我们还要立即搬走。这不是为了让他们新婚有个好的开始吗？王强解释。而且我爸妈那边也有单独的房间。我不想再说什么，默默地走进卧室，关上门，给张律师发了短信。我决定了，婚礼那天见分晓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表现得异常平静，积极参与王浩婚礼的筹备工作。小林，真没想到你这么热心帮忙，我还担心你会不高兴呢。王妈妈欣慰地说。我笑笑，都是一家人。应该的。王浩和李家对我也充满感激，认为我是个大度的好嫂子。小林，谢谢你们的房子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李家真诚地对我说。我微笑着点头，只要你们幸福就好。王强看到我的表现，内疚感似乎减轻了不少。
整个人也轻松了起来。婚礼前3天，我对王强说，我想在婚礼上送一份特别的礼物给新人。你觉得怎么样？王强有些意外，什么礼物？保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我神秘地笑了笑。王强感动地抱住我，老婆，你真的太好了，我爱你。我轻轻推开他，去准备婚礼吧。我要去准备我的大礼了。婚礼前1天，我独自去见了张律师，跟他确认了所有细节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这会彻底撕破脸的。张律师担忧地说。我点点头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不能姑息这种行为。好吧，到时候我会带着所有材料到场的。婚礼当天，天气晴朗，宴会厅布置得喜气洋洋。我穿着一身得体的淡蓝色连衣裙，化了精致的妆容，看起来光彩照人。王强一家人看到我的状态，都松了一口气，认为我已经完全接受了现实。小林今天真漂亮，王爸爸夸赞道。我微笑致谢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当然要打扮得漂亮些。婚礼仪式进行得很顺利，王浩和李佳交换了戒指，成为了正式的夫妻。仪式结束后是宴会和送礼环节，亲朋好友纷纷上前送上祝福和礼物。当轮到我和王强时，我主动起身，走向新人。新婚快乐！我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们。我拿出一个精美的盒子。王强一家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充满期待地看着我。李佳接过盒子，轻声道谢：“谢谢小林姐。”打开看看吧。我微笑着说。李佳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，看到里面精致的文件夹时，眼睛一亮，似乎以为这是房子的过户协议或新婚礼物。他迫不及待地取出文件，随着他翻开文件，他的脸色瞬间铁青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声音颤抖地问道。王强察觉到不对劲，急忙上前查看。当他看清文件内容时，脸色瞬间煞白，双手微微颤抖。小林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低声质问。婚礼现场鸦雀无声，宾客们不明所以，纷纷伸长脖子想看清盒子里的东西。王强的父母面面相觑，紧张地走上前来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王妈妈焦急地问。我站在原地，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，等待着众人的反应。李家的父母也察觉到不对劲，迅速走到女儿身边。佳佳，怎么了？李妈妈关切地问。李佳把文件递给父母，声音发抖：“妈，这个房子好像有问题。各位，容我解释一下。
我的声音清晰地在寂静的宴会厅中响起。这份文件包含3部分内容：第一，房产原始证明，证明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；第二，王强伪造我签名的证据；第三，我已经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文件。王强的父母脸色惨白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小林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王妈妈声音颤抖。很简单，我的陪嫁房从来没有成功过户，因为我及时阻止了这个非法交易。我平静地说，在座的各位都是这场闹剧的见证者。宴会厅里开始骚动，宾客们窃窃私语，气氛变得异常尴尬。你怎么能在婚礼上做这种事？王强怒视着我。那你怎么能趁我出差，把我的陪嫁房送给你哥当婚房？我反问。王强语塞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李家的父亲看完文件，脸色阴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说房子已经过户了吗？王浩手足无措，爸，这个可能有什么误会。什么误会？文件上写得清清楚楚。李爸爸怒道：你们这是骗婚！场面一时混乱起来。李家哭了起来。王浩试图安抚他，但无济于事。王强的父母尴尬地站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小林，我们回去好好谈，可以吗？王强低声恳求。没什么好谈的，我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，申请保全措施。房子的任何变动都是无效的。我冷冷地说。同时，我也正式宣布，我要与你离婚。这句话如同一颗炸弹，在现场引起了更大的轰动。王强的父母急忙过来劝阻：小林啊，有什么事好好商量，别冲动。我摇摇头，阿姨，这不是冲动，是我深思熟虑的决定。李家的父母愤怒地质问王浩一家：你们这是欺骗！婚礼我们不办了，退婚。爸，不要这样！李家哭着恳求。我对新人说：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破坏你们的婚礼，但真相总要大白于天下。王浩无言以对，只能尴尬地站在那里。我环顾四周，宾客们的目光有好奇，有同情，也有责备。张律师适时出现，走到我身边：林女士，您的诉讼材料我已经准备齐全，随时可以递交法院。我点点头，谢谢。面对这一切，王强似乎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他拉着我的手：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瞒着你做这些事。我甩开他的手，现在知道错了。晚了。小林，你冷静一点。王妈妈急切地说，家里的事情可以慢慢商量，何必闹得这么难看呢？
阿姨，是你们先不尊重我的。我直视着他。我的陪嫁房。你们说送人就送人，把我置于何地？王爸爸试图解围，我们也是为了一家人好。一家人？我冷笑。那我算什么？外人吗？婚礼主持人不知所措，宾客们尴尬地站在一旁，整个宴会陷入了混乱。李家的父母宣布要取消婚礼，带着女儿要离开。爸妈，不要这样！李家哭着说：“我们已经领证了，领证可以离婚。骗子家庭，我们不会嫁女儿进去的。”李爸爸坚决地说。王浩急忙解释：“爸，我不知道房子有这种问题，我们可以再想办法。”场面一时难以控制，宾客们纷纷告辞，婚礼提前结束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并不好受，但我知道我必须维护自己的权益。张律师陪我离开了现场。临走前，我回头看了一眼狼狈不堪的王强一家，内心五味杂陈。你还好吗？张律师关切地问。我没事，只是觉得有点累。我轻声回答。离开宴会厅后，王强追了出来。小林，我们谈谈好吗？我停下脚步，转身面对他。谈什么？你背叛我的信任，伪造我的签名，把我的陪嫁房送人，这些都是事实。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我是为了家人。那我呢？我不是你的家人吗？我反问。王强低下头，对不起，我真的错了。道歉解决不了问题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离婚。小林，你不能这样。王强的声音开始带着哭腔。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。重新开始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？信任已经破裂了。我摇摇头。张律师在一旁提醒：“林女士，我们该走了。”我点点头，不再理会王强的挽留，坐上了张律师的车离开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住在闺蜜小文家，避免与王强直接接触。王强不断打电话、发短信，甚至找到我公司来堵我，但我都一一拒绝了见面。我只通过张律师与他交涉法律事宜，包括离婚和房产问题。王强的父母也多次找来，希望能挽回这段婚姻。小林啊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强子这一次吧。王妈妈哭着说。我婉拒了他们的请求。阿姨，有些错误不是说原谅就能原谅的。王浩和李家的婚姻也陷入了危机。李家的父母坚决反对女儿嫁入这样的家庭。经过一番周折，李家最终还是选择了与王浩在一起。但两家关系已经降到冰点。他们搬去了郊区的经济适用房，放弃了市中心的房子。
3个月后，我与王强的离婚诉讼正式开庭。法庭上，王强认罪认错，表示愿意接受一切处罚。最终，法院判决离婚，房产归我所有。王强因伪造签名被处以罚款。走出法院的那一刻，我感到一身轻松，尽管心里还有些伤感。小文陪在我身边，感觉怎么样？解脱了，但也有点难过。毕竟一起生活了2年。我坦白道：“你做得对，这是在保护自己。”小文安慰我，希望这件事能给他们一个教训。不是所有女人都会忍气吞声的。之后，我把那套房子卖掉了，换了一个新的住所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王强在离婚后搬回了父母家，据说变得沉默寡言，经常借酒消愁。王浩和李佳虽然没有因为这件事离婚，但婚姻生活并不顺利，经常因为房子的事情争吵。我的父母知道这件事后，非常支持我的决定。女儿，你做得对。爸爸说，不能让别人随意侵犯你的权益。我重新投入工作中，渐渐走出了婚姻失败的阴影。半年后，我在一次商务会议上认识了一位30岁出头的建筑师陈明。他成熟稳重，尊重我的工作和决定。我们很快就互生好感。交往中，我把过去的经历告诉了他，他表示完全理解我的做法。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权益的权利。你没有错，他认真地说。这让我感到被尊重和理解。2个人的感情逐渐加深。1年后，我们决定结婚。这次我更加谨慎，与他签订了婚前协议。陈明对此完全支持，财产清晰，对双方都好。这样的婚姻才有保障。我们的婚礼简单而温馨，只邀请了亲近的亲友参加。婚后，我们相互尊重，共同经营这段婚姻，生活幸福而充实。至于王强一家，我们再没有联系，但偶尔会从共同朋友那里听到他们的消息。王强一直未再婚，王浩和李佳的婚姻也在各种矛盾中勉强维持。回首这段经历，我不后悔当初的决定。那个婚礼上的大礼，不仅是对背叛的反击，更是对自我权益的维护。每个女人都应该学会保护自己，不要因为所谓的家庭和谐而放弃自己的尊严和权益。婚姻需要的是相互尊重和信任，而不是一方的牺牲和退让。这是我从那段婚姻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。现在，我和陈明有了自己的小家。我们偶尔会谈起过去的事情，但更多的是展望未来。谢谢你给了我第2次相信爱情的机会。我对陈明说。他微笑着握住我的手，谢谢你选择了我。我会永远尊重你。这大概就是婚姻的真谛吧。
相互理解，相互尊重，共同成长。我的故事或许会让一些人觉得我太绝情，但我知道，我只是在保护自己该有的权益。每个女性都应该有这样的意识，不要为了所谓的和谐而委屈自己，因为真正的和谐是建立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的。这就是我的故事。也许不够完美，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无怨无悔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